秋日的县城，硕果累累，枫叶飘飘。范泽人的新居，庭院宽敞，四周植被清香四溢。这一日，范泽人站在门口，目光远眺，心中满是期待，因为今日是他一家团圆的日子。泽人，彪虎那粗豪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。只见他驾着一辆马车，风尘仆仆地赶来。马车里头隐约可见几个熟悉的身影。范泽人快步迎上，马车停下，彪虎跳下车来，笑道：“泽人，我将你的家人平安接来了。”车帘掀起，范泽人的父亲范明、母亲黄秀荣、兄长范立人、姐姐范婉人一一走下车来。范泽人见状，快步上前，激动地喊道：“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姐姐，你们终于来了！”范明胡须花白，眼中满是欣慰，道：“泽人，你在县城过得可好？”黄秀荣则一把握住范泽人的手，泪眼朦胧道：“儿啊，这些年辛苦你了，怎么瘦了那么多？有没有好好吃饭？过几日娘给你做好吃的。”范立人拍了拍范泽人的肩膀，笑道：“泽人，几年不见，你真是长高了许多。”范婉人温柔地笑道：“泽人，姐姐好想你，这次我们一家团圆，真是太好了。”范泽人心中百感交集，扶着父母进入宅院。庭院中阳光明媚，鸟语花香。范家一行人踏入新居，范泽人细心地介绍每一处布置，眼中满是自豪之情。范明点头道：“泽人，你这宅子真是不错，前进宽敞，又颇具雅致。”黄秀荣环顾四周，欣慰地说：“儿啊，这宅院真好，日后我们一家人便可在此安居乐业。”范泽人笑道：“父亲、母亲，你们能喜欢那是再好不过了，能够一家人又团聚，开开心心的，就是最好的事了。”这时，彪虎笑道：“好了好了，你们一家团聚，我就不打扰了。”范泽人忙道：“彪虎兄，说这什么话？我早视你为兄长，不必这么见外。况且今后大家都住在一起，今日你辛苦了，不如留下来一起用饭，也好熟悉熟悉。”范明附和道：“是啊，还得多谢彪虎壮士，若非你一路护送，我们也不敢安心来此。”彪虎拱手道：“范伯父客气了，泽人是我的挚友，他的家人便是我的家人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。”范婉人看向彪虎，感激地说：“谢谢你照顾我弟弟，真是给你添麻烦了。”范泽人带着家人走入正厅，已经摆满了丰盛的饭菜。范泽人笑道：“今日特地准备了县城醉月楼的美味佳肴，让父亲母亲尝一尝，看看是否合口。这可是县城有名的酒楼呢。”范明满意的点头道：“好好好，咱们一家人好久没这么热闹的吃过饭了。”一家人围坐一桌，气氛温馨。范立人夹起一块红烧肉，满足地说：“这味道真是好极了。”黄秀荣笑道，握着泽人的手：“这些年泽人在外打拼，我在家也常常念叨住你，终是放心不下。今日见到了，终于放心了。”范婉人微笑道：“泽人，你在县城过得如何？可有意中人？”范泽人感激地看住姐姐，道：“姐姐放心，我在县城过得很好，一切都很顺利。意中人倒是……”彪虎看住泽人吞吞吐吐，直接接过他的话：“当然有了，还是县令的女儿呢，为人和善又温和，还精通医术，和泽人很相配。”泽人暗暗瞪了彪虎一眼，叫他多嘴。黄秀荣欣慰地说：“是吗？那可太好了。县令的女儿婚配了没有？你也是时候该成家了。”“不急这一时，哥哥也不还没婚配呢，先担心担心哥哥吧。”本来要喝茶的范立人被泽人这话吓得不轻，咳了几声：“你别扯到我啊！娘天天念我，好不容易念念你了，你还不放过我？结婚不结婚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孝顺呢。”范婉人在一旁掩嘴轻笑：“改天带姑娘来让我们见见，未来的弟媳我当然要好好看看。哥，你可得加油了，要被泽人追过路。”“还说我呢？你不也不嫁吗？”“我那时没有遇到如意郎君，我瞧不上。”“没事的姐姐，你嫁不嫁都没关系，大不了我养你一辈子。”还是泽人贴心。范明接着问道：“泽人，这几年来你可曾遇到什么困难？”范泽人沉吟片刻，道：“父亲，这几年虽有些艰难，但幸得贵人相助，总算度过了难关。今日能与家人团聚，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。”黄秀荣听后心疼地说：“泽人，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，受了这么多苦。”范泽人笑道：“母亲，
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能让你们安心，便是我最大的心愿。范丽人端起一杯酒，道：“弟弟，今日我们兄弟姐妹团聚，我敬你一杯。”范泽仁接过酒杯，与哥哥碰杯，道：“哥，这些年来多亏你在家照顾爹娘，我才能安心在外打拼。这杯酒应该我敬你。”范婉人笑道：“泽仁，姐姐也敬你一杯，祝你前程似锦。”范泽仁与姐姐碰杯，道：“多谢姐姐，我一定会更加努力，不负大家的期望。”范丽人举起酒杯，来，咱们一家人共同举杯，为了这难得的团聚，也为了泽仁的努力前杯。众人举杯同饮，温馨的笑容在每个人脸上绽放。范泽仁看住家人，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与幸福。饭后，范泽仁带着父母在庭院中散步。范明感慨道：“这县城真是繁华热闹，与我们那小村子截然不同。”范泽仁笑道：“父亲，这里虽然繁华热闹，但空气还是老家那的好，我还怕你们不习惯呢。”黄秀荣温柔地说：“儿啊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我们都支持你，只要你开心，我们便心满意足。”范泽仁感动地点头道：“父亲、母亲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往后的日子，我们一家人又能聚在一起了。”夜色渐深，月光如水般洒在庭院中，范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谈笑风生。范泽仁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，即使前路如何艰辛，有家人的支持，他定能继续勇往直前，往自己期许的未来走去。天光熹微，朝霞初映。此日，诗人叶向松在自家雅居松风阁举办诗会，邀请众多文人雅士前来赴会。范泽仁收到邀请，自是喜不自胜，整装赴约。松风阁坐落在县城西郊，阁前流水潺潺，景色宜人。叶向松特意于庭院中摆下诗席，备好香茗佳果，迎接宾客。此时，宾客已陆续到来，皆是县中闻名的文人墨客。县令大人萧明坤与县督大人柳元修亦受邀出席，相继到达。县令一身官服，气度非凡；柳元修则一袭如山，风度翩翩。二人素来不和，但在此场合，皆显得客套有礼。县令大人、县督大人，久违了。叶向松拱手作揖，礼数周全。县令大人微笑道：“叶公子举办诗会，我等岂能错过？今日得见诸位才俊，实乃齐国一大幸事。”县督大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今日聚会，愿各位文思泉涌，不负此良辰美景。”范泽仁甫一入阁，便见叶向松正与众人谈笑风生，气氛融洽。叶向松一见范泽仁，便笑道：“泽仁，盼你多时，快请入席。”范泽仁拱手致意，笑道：“多谢叶兄邀请，今日有幸参加诗会，真是范某的荣幸。”叶向松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今日群贤毕至，正是吟诗作赋的好时机，大家不妨集齐赋诗，以文会友。”此言一出，众人纷纷称是。首先登台的是刘景旺，此人乃县督柳元修之子，才情斐然，素有闻名。他一身墨衣，风度翩翩，朗声吟诗：“青山隐隐水迢迢，秋风拂面燕飞摇。松风雅阁诗会聚，一星传飞入九霄。”刘景旺诗成，众人拍手叫好。柳元修欣慰的点头。叶向松笑道：“柳公子果然不负众望，诗才卓绝，来日定能名满天下。”刘景旺微微一笑，拱手道：“多谢叶诗人抬爱，景旺不敢当，还请诸位雅士指教。”范泽仁心中亦暗自称赞，刘景旺的诗才确实令人惊叹。他目光转向叶向松，问道：“叶兄，今日这诗会果然盛况空前，不知接下来还有何等佳作？”叶向松笑道：“泽仁莫急，今日诗会佳作定是层出不穷。你看那边的李子墨与王秀才，皆是县中名士，他们的诗作亦是不俗。”范泽仁顺住叶向松所指望去，果见李子墨与王秀才正交头接耳，讨论诗词。不多时，李子墨上前一步，朗声道：“在下不才，意欲赋诗一首，请诸位赐教。”众人鼓掌。李子墨清了清嗓子，吟道：“红叶并蒂秋风爽，柳黄枝头喜鹊鸣。锦绣诗文满作句，共话圣贤礼义情。”此诗一出，众人纷纷称赞。王秀才亦不甘示弱，上前赋诗：“松风秋色美如画，落叶飞舞映朝霞。舟行碧波人似花，乐享诗酒亦无涯。”诗会上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互相评点诗作，场面热闹非常。范泽仁听着众人诗作，在一旁拍手称赞。这时，叶向松走到范泽仁身边，低声道：“泽仁，你的才华亦不输他人，
不妨上台一展风采。范泽仁略一沉吟，遂走到诗席中央，拱手道：“各位前辈，泽仁今日斗胆赋诗一首，还请诸位指教。”众人听闻范泽仁欲赋诗，皆屏息以待。范泽仁清了清嗓子，缓缓吟道：“今夜落地秋意凉，青山隐隐水茫茫。才子佳人共聚首，诗情画意满庭芳。”诗成，众人一片喝彩。县令大人亦笑道：“泽仁的诗意境深远，词句清新，真是好诗。”县都大人点头称赞道：“听闻范公子不仅聪慧过人，诗才亦是非凡。今日得闻此诗，真是大开眼界。”范泽仁拱手致谢道：“多谢县令大人、县都大人厚爱，泽仁献丑了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”